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生巧。最近温哥华天气炎热，家里又没有空调，实在是不想开烤箱，就琢磨着做一个不需要烤箱的甜点。生巧做起来简单快手，又需要冷藏，吃起来冰冰凉凉的，真的非常合适了。生巧在原有的巧克力基础上加入了生奶油，因此得名，这也使得巧克力变得更加柔软，入口即化。今天要介绍黑巧与抹茶两种口味的生巧。先准备一个等下要用到的模具，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模具。今天的食谱配方大约可以做一个长宽为14厘米、高2厘米的巧克力。因为没有小的模具，我这里就用烘焙纸自己做了一个方形的纸盒当模具。折法很简单，我放在了视频的最后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模具的话，可以跳转到视频末尾跟着做一个。先来做黑巧版本的，需要的材料有70%的苦甜巧克力200克，淡奶油150克，无盐黄油30克，朗姆酒5克。先将巧克力切成小块，不需要切得特别细碎。把切碎的巧克力倒入一个大一点的容器中，加入黄油和朗姆酒，在锅中倒入淡奶油，以中火加热，到锅的边缘开始有细密的气泡产生，锅中的淡奶油微微沸腾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趁热把淡奶油全部倒入巧克力中，静置3分钟。3分钟后，用刮刀轻轻将淡奶油与巧克力混合均匀。随着搅拌的进行，你能看到巧克力逐渐变得有光泽，质地顺滑。完全搅拌均匀后，就可以倒入先前准备好的模具中。用刮刀略微抹平表面，放入冰箱冷藏4小时定型。接着我们来做另外一个抹茶口味的，需要的材料有白巧克力200克，抹茶粉10克，无盐黄油15克，淡奶油100克。这里淡奶油的用量比黑巧版本的要少很多，主要是因为白巧克力本身含有大量的糖和奶，质地就比较软，淡奶油比例过高的话，最后的成品会难以成型。同样，将白巧克力切碎后放入搅拌盆中，加入黄油，在锅里加入全部的抹茶粉，先倒入一半的淡奶油，用手动打蛋器将抹茶粉与淡奶油混合形成抹茶酱，这样做能使得抹茶粉不那么容易结块。之后再分2次加入剩余的淡奶油，搅拌形成均匀的抹茶奶油。同样，以中火加热到微微沸腾的状态，倒入巧克力中。静置3分钟。3分钟后，用刮刀轻轻拌匀，让巧克力与淡奶油混合均匀。倒入模具中，也放入冰箱冷藏4小时定型。时间到了，可以将巧克力取出来进行切分。
刀用热水加热后擦干，或者在火上略微烘烤后再切分，切口会更整齐一些。切完后，撒上一层纯可可粉。抹茶口味的生巧，切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质地与黑巧有所不同，更软也更黏一些。如果室温比较高，不太容易操作的话，可以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冷冻一会儿再来操作。表面撒上厚厚一层抹茶粉，这里就不要吝啬抹茶粉的用量，表面这些抹茶粉刚好能平衡白巧克力的甜味。抹茶口味的生巧，抹茶粉的苦涩与白巧克力的甜腻互相中和，最终在口中留下淡淡的甘甜与抹茶清新的回味。黑巧口味的则有浓郁的可可香气，黑巧克力的微苦与奶油的香甜带来丰富的味觉享受。生巧做好后，保存在冰箱冷藏室中，可以存放1周左右，要尽快吃完。视频中提到的食材用量、制作步骤和注意事项等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和我的个人博客 PhD Cafe 中，方便大家查阅。视频最后介绍一下纸模具的折法，尺寸的细节我直接放在了屏幕上，纸张大小可以根据你的食材用量和想要的成品大小灵活调整。先沿着长边将长方形对折，接着再沿着折痕的一边对折。打开后，像这样将2条边向中间对折，形成三角形。然后沿着折痕将三角形折进去。另一边也同样操作。透过烘焙纸可以看到内侧的三角形的形状，三角形底边到侧边的距离就是等下模具的高度。这里我用尺子量出来了大约3厘米。朝中间折，反面与对侧也是同样的方法。做好后，将长的底边折上来。再把三角形的部分朝着底边折，压实折痕。打开后就形成了一个方形的盒子，这里两边的把手太长的话，可以折进去一些。这样我们的纸模就做好了，是不是还蛮简单的？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